咱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距离现在100多年前的1912年的南极，在一片冰天雪地的白色荒原上，有5个人正在行走着。这5个人呢是英国的冒险家，他们为了这次南极的探险，先从英国坐船到达南半球的新西兰，然后呢又从新西兰乘上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鲸船，坐着这个捕鲸船又到达南极。西方人一直认为地球的最南方有一片不为人知的大陆，所以呢，为了寻找这片大陆，这5个人的前辈同样是英国人的库克船长，他在18世纪就曾经非常接近南极，但是库克船长最后没能发现南极大陆。不过到了1912年，又过去100多年了，这时候南极大陆已经被发现了。那么这个时代的冒险者，他们有了新的梦想，就是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那么刚才我说的那5个人呢，他们的首领叫做斯科特。这个斯科特曾经是海军军官，热衷于冒险。他曾经在6年前就到达过一次南极，并且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南极高原的人。所以这次的探险，斯科特的目标就是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嘛，南极点呢就是地球转动的时候南极方向的轴心，或者说顶点。过去的人在不知道地球是球体的时候，他们认为海洋的尽头是一个悬崖，那么所有靠近这个悬崖的东西呢都会掉下去。至于悬崖下面呢，那自然就是无尽的深渊。后来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球体，那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世界尽头的这个悬崖这种说法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南极点和北极点也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的尽头。所以对于斯科特这种冒险家来说，征服南极点，到达世界的尽头，这必然是他终生追求的梦想。他为了这次探险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那么主要的准备工作是什么呢？当时是1912年，以那时候的交通运输条件来说，要想深入南极，除了狗或者西伯利亚矮种马拉的雪橇之外，剩下的就得完全靠人力。但是想要到达南极点再返回，是没法带上充分的物资的。这些物资不只是吃喝以及探险要用的工具，还包括大量的燃料。因为在南极那种冰天雪地里，搭了帐篷露营，如果没有燃料来生火取暖，那恐怕探险者们连1个晚上都不容易熬过去，很容易就被冻死。这些物资呢，因为它量太大了，所以不能在一次冒险中全都带着。那么斯科特呢，在去的路上，他就要先布置这个补给点，把物资呢放在那儿保存好，这样返程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到这个补给点去取用这些事先存好的东西。斯科特的探险开始于1911年的11月1号，他们在南极大陆上前进了2个多月之后，到了1912年的1月17号。根据斯科特的计算，他和他的4个探险队员会在这一天到达南极点。所以咱们就回到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斯科特和他的4个队员在白色的荒原上行走着，他们憧憬着能在这一天到达世界的尽头，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但是事情的发展和斯科特的预想并不完全一样，或者说基本的情节是一样的，但有一个细节很不一样。最初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斯科特甚至不愿意多去想它。这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在很远的地方，在这个白色的荒原上好像有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呢，看起来特别不自然，很像是人为留下的记号。要知道这个地方距离南极点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程了，也就是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被人类涉足过的地方。那么在这么一片原始的荒野上，怎么会有人留下的记号呢？显然斯科特的队员们也都注意到那个东西了。毕竟在一片白色的冰天雪地里，虽然距离很远，但那个记号呢仍然很显眼。只是呢没有人愿意主动去说出这个问题，大家都心存幻想，希望如果靠近了呢，会发现它其实还是某种自然界里本来就有的东西。但是呢现实是很残酷的，伴随着这5个人越来越接近南极点，他们发现的不自然的东西就越多。当他们终于到达南极点的时候，他们甚至发现了一个滑雪杆。这个滑雪杆是被插在地上的，上面还绑着一面旗帜，
这5个探险者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看到这个东西以后，虽然没有人主动说破，但是大家心照不宣，恐怕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这个荣誉是已经被别人拿走了。而这个别人呢，其实他们也知道是谁，就是几乎和他们同时出发的挪威冒险家阿蒙森。当斯科特他们到达南极点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大量之前有人来过的痕迹，他们甚至发现了一封被保存在南极点附近的信。而这封信的内容呢，恰恰就是请之后到来的人看了这个信以后，能够帮助证明阿蒙森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所以说呢，他留下这么一封信给后来的人看。根据阿蒙森信中的信息来看，他们是在1个月之前到达这里的。现在呢，阿蒙森的探险队早就在回去的路上了。所以你看啊，南极点，世界的尽头，在冰雪中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从来没有人涉足这里。但是谁能想到呢，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里，2支人类的探险队就先后到达这里。反正斯科特是没想到，于是呢，几个心灰意冷的人就踏上了他们返回的这个旅程。然而他们回去的路并不轻松，他们在路上遭遇了暴风雪，导致这个气温比预期的要低很多。他们在低温中艰难地走着，在这到处都是一片雪白的世界里，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注意方向，因为如果一旦不小心错过了之前设置好的那个补给点，那么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几乎是不可能生还的。当他们到达一个之前设置好的补给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之前存好的那个用来取暖的燃料是装在一种金属壶里的，但是当他们挖出这些壶的时候，他们意外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壶都已经漏了，也就是说里面的液体燃料早就流淌到周围的土地里去了。斯科特当时未必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根据事后的分析呢，因为他用的壶在制造的时候，这个金属里面是含锡的。这个锡有一个特点，也叫做蜥蜴，这个蜥不是四脚蛇那个蜥蜴啊，这个蜥蜴就是瘟疫那个疫。那么什么是蜥蜴呢？就是锡在低温下有一个特性，它会变成粉末状。所以斯科特之前在补给点存放的这个燃料呢，因为这个壶低温，它的一些部分变成了粉末状，所以就都泄漏了。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南极那样的低温状态下，晚上搭了帐篷没有燃料取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险恶环境。而且呢，斯科特带来的西伯利亚矮种马因为不适应南极的低温，几乎全部死亡了。于是这5个人在返回的路上就不得不把物资装备放在雪橇上，然后用人力拉着雪橇走，这让他们前进的速度非常非常慢。而且偏偏这一年南极的气温还比较反常，暴风雪来得比往年要早很多。斯科特和他的队员们在冰天雪地里就这样走了20多天，因为没有取暖的燃料，而且呢需要靠人力来拉着雪橇走，这就导致他们的体力极度虚弱，再加上遇到暴风雪，所以呢他们的行进速度又很慢，于是呢就没法按原先计划好的时间到达之前设置好的那几个补给点。所以呢这就不只是没有取暖的燃料的问题了，他们的食物也极度匮乏。斯科特探险队里有一个叫做埃文斯的人，因为低温的状态，所以他已经连续好几天精神非常不好了。他逐渐的就表现出一种精神异常的状态。虽然在南极探险，但是斯科特呢每天都写日记，用这个来记录他的见闻。在他的日记里，他是这样写埃文斯的，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2月17日星期六，今天情形很坏。埃文斯睡足了一觉以后，好像好一些了。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但其实他已经精神失常了。今天出发之后走了没有多久，埃文斯就弄掉了他的滑雪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等他。我们站在纪念碑沿的山腰上眺望着远处的埃文斯。后来我们又在这儿扎下帐篷，希望埃文斯能赶上来。但是埃文斯始终没有露面，于是我们去找他。然后我被这个可怜的人的样子惊呆了。他跪在雪地上，衣衫不整，他的手套早就没了，手上结满了冰，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
我们非常吃力地把他扶了起来，但是走了2-3步他就又摔倒了，他被完全冻僵了。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奥茨留在原地照顾他。我们回来的时候，艾文斯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帐篷以后，他依旧不省人事。当天午夜12点30分的时候，艾文斯平静地死去了。刚才这个就是斯科特的日记的一个片段。他们的探险队呢，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他们在一片苍茫的暴风雪中继续行走着。他们在试着寻找下一个补给点，但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他们连辨识方向都很困难。其中有一个叫做奥茨的人，他的脚还冻伤了。最开始呢，只是脚指甲冻掉了，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奥茨冻伤的脚最后连鞋都穿不上了，行走非常困难。斯科特在他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他说现在一切都不顺利。昨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外面正刮着猛烈的北风，气温是-37度，我们无法顶风前行，所以只好滞留在帐篷里。风刮个不停，队员们都觉得非常冷。就这样在帐篷里待了1天，到了晚上气温更低了。在帐篷里吃晚饭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们的食物只能再维持7天了，但我们很可能无法在7天之内到达下一个补给点。刚才呢，这个是斯科特的日记的另一段。那他那个队员的奥茨的冻伤越来越严重。在有一天晚上扎营入睡之前，奥茨说他希望他可以睡着就不再醒过来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奥茨还是醒了，他艰难地爬起来，掀开帐篷的门帘，他看着外面肆虐的暴风雪，然后对斯科特说，我要到外面去散散步。斯科特还有另外2个队员什么都没说，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彼此心里都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去暴风雪里面散散步意味着什么。奥茨就这样走进茫茫的暴风雪，当然他再也没有回来。又过了10几天的时间，斯科特和另外2个队员也终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食物。8个月之后，1912年的11月，救援队在南极的一个已经被积雪掩埋了的帐篷里面发现了斯科特还有另外2位探险队员的遗体，并且还同时发现了他们出发前曾经承诺要带回来的10几公斤重的南极的植物化石，以及阿蒙森的那封信。这些化石是第一批在南极发现的植物化石，凭借这个就可以证明南极曾经是一片被覆盖了植被的温暖的土地。另外，救援队还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为有斯科特的日记，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斯科特日记的最后一页，这应该是他耗尽了身体所有的能量之后写的。他说，我们早就知道这次挑战会有风险，虽然事情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但是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如果我能侥幸活下来，我将向世人讲述我的同伴是多么的勇敢、坚毅、进取，并希望能借此激励后来者。很遗憾的是，斯科特没能在暴风雪中幸存，他们最后的营地也成了他们的坟墓。搜救队员就地掩埋了他们的尸体，并且在上面搭起来了一个十字架。后来人们在南极的一座山上为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员们修建了一个十字架形的纪念碑，并且在上面刻下了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作《尤利西斯》中的一句。这句诗是这样的：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奋斗、寻找、发现，而不是屈服。这就是斯科特和他的南极探险队的故事。在准备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音乐能配上今天这个故事。我本来呢是想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舒伯特的这个交响曲太压抑沉重了，而斯科特的故事呢，虽然他是一个勇敢的冒险者的悲剧，但是我在看完这个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心情非常沉重。相反，就像斯科特自己在日记中写的那样，他的故事特别激励我。相对于没有风险但是平淡的一生来说，我个人更渴望适当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尽量充实我的人生经历。所以最后我想到了这首帕凡舞曲，它是宁静的，但是在这种宁静里有一种特别执着特别热情的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那种坚定。帕凡舞因为它的舞蹈的姿态有点像孔雀，所以也被叫做孔雀舞。斯科特的探险队在恶劣的环境中追寻着他们的理想，就像是暴风雪中的孔雀舞。好，刚才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呢，音频来自于我几年前做的一个音频节目，然后呢，我又给它加上了画面，就成为了咱们这期视频节目。而且从那之后呢，我也决定把弗雷的这个帕凡舞曲作为我频道一个常用的背景音乐，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表现这种冷静坚毅但是又饱含热情的感觉。我还会继续讲述更多这样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孤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